大家好，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頻道。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。我們來看一下下周有哪些比較重要的經濟數據。那麼相對比較重要的就是這個 PPI， 對吧？有這個周二盤前8點半有個 PPI 數據，然後周三有個原油數據，然後周四有一個跟就業相關的。那麼數據不多，然後重要性也沒有那麼的厲害，因為剛剛過去這周出了這個非農數據，對吧？那麼現在還是市場，主要還是中東這個事情還沒有完全落定，市場的關注度還是在這個地緣政治上。對這個通脹數據的話，尤其什麼那個非農數據啊、PCE 數據啊都沒有引起很大的一個波澜，對市場的這個走勢，主要還是地缘政治。但是呢，下周開始要開始財報了，財報季來了，所以說，大家可能關注度又到個股的這個財報上面了。那麼下周我們看一下這個周一，這個 Goldman Sachs 高盛，周二全都是你發現全都是這些投行、銀行開始出財報的時候，就是財報季了。每一年的財報都是他們來打的，每一次的財報都是這些公司來打頭陣。那麼周二也都是銀行，周三，對吧？都是這樣。然後周四有一個 Netflix， 那麼主要就是銀行下周。那麼我們平時關注度並不高，然後朋友們提問這些的這個也比較少，所以我們就簡單分析分析一下這個 GPM。這個的話 ，JP Morgan 它肯定在投行裡面，它現在是老大了，對吧？那麼他們這個 CEO Jamie Dimon 也是每次講話關注度也是非常高，所以我們簡單分析一下這個GPM， 其他的就不看了。然後再看一下這個 Netflix。好的，這是這個關注的財報。我們再往下看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分析的這些個股。先看一下指數，然後看一下這個財報，然後還有這個朋友們的提問，對吧？我們先分析指數，然後分析朋友們的提問，然後再分析財報。那麼時間就差不多了。這是朋友們在頻道中留言想要分析的個股。所有人就是不論你是會員也好，還是這個其他的不是會員的，都可以在頻道下方留言。如果說有你們比較關注的這個股票，如果說是会員，當然我会格外的照顧一下，多講一講。你可以在任意的這個視頻下方留言，我在後台的話都可以很容易的看到。那麼也可以提問跟常用相關的問題，對吧？不一定是問個股，也可以問知識。我們這樣的話有更多的討論。我們先看一下指數。那麼指數的話，我們來回顧一下，簡單說一下。畢竟我們平時做直播的時候講的比較多，但是講的基本上都是周線或周線以下級別的。大周期我們就是周末復盤的時候看。那麼現在這個大周期上，月線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一個7浪。或者第7筆的一個上漲，它是從這個666.79開始，從2009年開始的，也就是說這波牛市是從2009年一直到現在，它還沒結束呢。你可想而知這個美股的這個生命力有多強，對吧？它只要不破壞這個節奏，什麼節奏呢？就是浪形的這種，你只要每次回落碰不到前面這個高點，它都可以這樣往上走，对吧？現在已經到第7筆了。或者說到第7浪，那麼它回來，如果是碰不到前面的4818，還可以有9。如果說不出高點的話，那就是在這裡做中樞也可以。所以說，這就是利用這個浪形，你結合纏論，你怎麼來用它？現在這個本月的話，這個月的頂分型也出現了，但是前期也出現過幾次的頂分型，但是都沒有出現有效回落，對吧？那麼如果說不是有效回落的話，那就是次級別的有回檔。那麼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線，也就是說在周線上這是有大的回檔的，但是在月線上只不過就是一個不夠力度的一個回檔。那麼現在就看能不能夠再次突破7002，把這個頂分型破壞掉，或者說能夠延續下來。那麼就話延續的話，我們就看它到什麼位置。你也可以用這黃金分割簡單測一下，看它到所謂的這些黃金分割的這個支撐點。对吧？到了這些位置之後，我們再看有沒有支撐，
不是說到了這些位置就要轉折，而是說你要到了這個位置去觀察它，給你一個觀察的角度。好的，這是在大周期上。那我們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結構，对吧？我們一直用的是双觸發。所謂双觸发，就是首先的觸发就是要有顶分型或者說底分型觸发你觀察。如果說連頂底分型都沒有，那說明這個上漲在延續過程中或者下跌在延續，你都不需要觀察它。如果說你是做多的話，那沒有頂分型你都不用動；你是做空的話，沒有底分型你就不用動，對吧？所以說我們是兩個觸发，第一個觸发是觸发你觀察，第二個觸发，看看它的內部結構是不是夠飽滿了。只有兩個觸发都滿足的時候，你才需要操作。這樣的好處是讓你非常接近這個拐點那個位置。你這樣的話，一買就漲，一賣就跌，那不是最舒服的嘛，對吧？所以說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雙觸发。那麼看一下这个月線的次級別周線。那麼這個結構我們就複習的比較多，就是分析的比較多。那麼從這個3491 A 中樞 B 中樞，對吧？兩個中樞的高低點沒有接觸，看着離得挺近，但是沒有接觸，一個趨勢上，一個趨勢上。針對第二個中樞，我們現在最關注就是第二個中樞，因為現在是出現了一個潛在的三買了，周線上出現一個潛在的這個三買，這是一個出了一個強底分型。我們在周五直播的時候說過，這是一個強底分型，有希望再次突破7002。它也可以用三根或4根 K 線突破7002，就是說，因為現在4根的話它是不滿足一筆的，但是不影響它的結構啊。從3491進入段 A 中樞小 B 段大 B 離開給一個三買，然後走 C 段，對吧？這個結構是非常飽滿的一個結構。如果說這麼走的話，所以說如果說一旦突破，比如說利用1周的時間就突破7002，它也可以的。只要突破7002，那麼這個結構就飽滿的。那麼你就要關注了，這個結構這麼飽滿了，那麼是不是要開始走大周期的一個回落了？也就是說，是不是月線上要走回落了？這就是我們要關注的。那麼現在這個出了底分型了，那我要看這個底分型是一個中繼的底分型，還是說能夠出現上漲一筆呢？怎麼來判斷呢？就是還是雙觸发，看這段的回落，這一筆的回落，看它的內部結構，看看有沒有可能這個往上走，對吧？那麼在日線上的話，這就是我們平時做直播經常每次做復盤，7002進入段一次反彈，其實這只是一個123，就只是一個123，就是123筆構成了這一個藍顏色的是筆，然後紅顏色的就是線段，就是3筆構成了一個線段，對吧？這就是遞歸了，這就是纏論的遞歸。那麼現在這個從6316漲到了現在6845，這一筆走得非常強，連漲了8天，基本上是連漲了7、8個交易日。又因為這個跟地缘政治跟中東那邊戰事相關，造成它波動比較大。然後當時在當下的時候，這個123是不背馳，就3是不背馳的。那麼這個4。你有能力就做，沒有能力你其實不做它，然後等待一個5，就打個3折或打個5折的時候我再進買這個1買，盡量如果說是在3不背馳的情況下。但是呢，你不能夠預測這個4的反彈有多強，它可以是一個1、2、3、4就到這兒結束了，然後給你走5，它也可以是4沒結束強，就像現在這個狀態，對吧？拉回來了，在這裡做中樞，對不對？或者說我直接一個微轉也可以，這個誰都預測不了，你只能去跟蹤它。你不需要預測，你只需要應對就好了。那麼現在上來了，那麼我在周五直播的時候說，這有一個趨勢線，前期2個高點連線，有這麼一個趨勢線這麼一個位置。現在周五的話是一個高開低走的一個狀態，對吧？沒有往上去測試這個趨勢線的這個壓力這個位置，就是這個位置沒有敢往上走。然後現在 MACD 也是在0軸還沒上去。在0軸這個0軸以下還在，但是張口張得非常大，說明那個小周期的動能非常強。那麼就看下周是不是要形成頂分型啊？是不是？這裡是不是要形成一個日線頂分型，然後給一個回落，做一個2買再上去，還是說我出現了頂分型之後我就一直往下跌，再次跌破這個6316，那這樣的話就變成了一個進入段，然後2次反彈做了一個大中樞，然後走 B 段也可以的。它甚至可以用跳空缺口，
甚至于用跳空缺口這樣的往下走也可以。所以，不是說一定要給個2買才能上，這就是這個定式化思維了。那麼就要看它怎麼選。那麼怎麼選？你如果說像那個这個有內幕消息的，對吧？你可以去提前布局。像我們沒有內部消息的，只能看市場的一些所謂的一些這個市場消息也好，或者我們其實觀察的是市場的合力表達，不論是特朗普也好，還是美聯儲也好，它都是合力的一部分，都是分力。但是因為美聯儲這個分力，或者說特朗普的這個分力力量比較大，那麼它的這一個分力的力量遠大於其他合力，遠大於其他分力加起來的力量，那麼就要多關注這一個分力了。這是為什麼你需要去多觀察特朗普有發的推文，或者說美聯儲主席的一些講話的原因，因為他們的分力的力量大，對吧？它可以左右合力的一個方向，但是最終雖然說它這個分力的力量大，但是它並不能決定最終合力的方向，只是說它的這個力度大一點，比其他稍微大一點，但是我們最終觀察是合力的選擇。所以說你即使不去看那些消息的刺激，那些消息的这个各种消息现在是满天飞，消息不是太少，而是太多了，所以造成很多人就是消息出来了，你一追，哎，發現是假消息，然後你就套在裡面了，或者消息出來了，你去追跌，你去做空，哎，發現就套在裡面了，對吧？所以不能夠這個跟着消息來走，或者說你不能夠以它為你進場的一個依據。那或者說你不能以它作為一個單獨的依據，你可以這個結合一下是沒有問題的。那麼現在就是看它下周怎麼走。那麼現在這一筆的話，我們看最後這一筆，日線上已經夠一筆了。1小時的話，它現在是有一個結構，這是進入段，然後2次回檔構成了1小時中樞，然後開始往上走，對吧？那麼這樣剛好有一個關鍵位置6827，6827是什麼？是這個離開段跟這個進入段等比例的位置，剛好在6827。那麼在周五的話，是嘗試站上6827，但是力度不夠強，因為它的小周期嘛，小周期的話是有2個小中樞了，從這個下面還有一個3個中樞到了這個6845這個位置，對吧？現在看的周期是1小時，也就是說在5分鐘上這裡是有3個小中樞的，這就是力度衰竭了，那麼開始出現回落，而且離6827太近。如果說想要不回到6827以下的話，它必須要力度非常強，比如說到1.618這個位置才可以。那麼它離得特別近，現在回來了。那回來了，下周要關注就是這個回來這一筆是不是要構成一個1小時的3買？現在回來還不夠一筆，現在是我們看最低點6809、6808，不是嚴格定義的話，因為它有一個包環關係，這個2根 K 線，不是嚴格定義的話是可以當做一筆用，但是因為這個周期相對比較小，只是一個1小時的，所以我們還要再關注一下，是不是這只是一個中繼的底分型，1小時也出現底分型了，是不是要再往下走一走？你可以用黃金分割看一下，是不是要到這些位置才有可能出現停頓，也就是下周可能是出現一個回撤，甚至去踩一下200均。如果踩到120均的話就很深了，最好不要到120均，到200均這裡的話，看看能不能給一個小3買，1小時給一個3買，然後甚至再打高點，或者說不給高點也可以，我在這裡這個做第2個中樞，對吧？因為現在在周末的話，這個副總統 JD Vance 現在跑到這個巴基斯坦去了，去跟這個伊朗的這個代表去談判去了，對吧？就看這個協議，他們的停火協議能不能夠成為一個永久性的，或者不是只是一個暫時的2-3週的一個停火。那麼這個事件肯定會對下周的一個開盤造成一些刺激，但是更主要的還是財報季要來了，所以說更多的是關注財報了。好的，這就是對指數我們簡單做一個分析。首先來看，先看大家的提問，然後再這個分析這些要出財報的。先看這個朋友們問的這個 MRVL。MRVL 的話，我們看一下，這個是啥呢？這個是公司是有一些給它翻譯成叫美滿電子，是這個全球領先的數據基礎設施半導體供應商，是這麼個公司。那麼
它主要的业務上就是专注于高性能数据中心、网络连接及存储芯片呢，对吧？还有一些核心产品，还包括这个光通信芯片。现在这个光通信芯片非常火，就是 TPU 非常火。还有一些定制化的 AI 加速器，这是它这主要的这个業務。然后它这個護城河主要是这个它這個定制化芯片，這個有很強的研發堡壘，而且跟這些那個雲巨頭，比如說亞馬遜的雲呢，還有谷歌的雲，它是深度綁定的，而且它在高速光互聯領域擁有領先的技術研發優勢。在這個行業地位的話，我們一直說我們觀察，我們要進入一個股票操作一個中長線的股票的話，是3個維度來選擇股票。一是基本面，二是比價關係，三才是技術面，對吧？那麼比價關係就是看這個公司在這個行業的地位。那麼這個美滿或者叫 MRVL， 它在這個行業的話屬於2號玩家。老大是誰呢？博通 Broadcom 就是 TPU。博通的這個市場佔有率是更高一些，所以說它是老二。這就是簡單講一下它的這個基本面，還有它的這個比價關係。那麼在圖形上我們來看，那麼這個是我們這個會員朋友問，那個 Derek 問的是這個，他說我們看一下他怎麼操作的。他在前期震盪75附近買了很多，75附近買了很多。現在看的週期是季線，我們可以到日線上，在75附近買了很多，對吧？在這個震盪區域他買了很多。然後沒想到1個月就有新高了。他說小時級別應該是在走最強的3，所以還沒有賣。想問一下哪裡可以賣，對吧？我們簡單看一下它的大週期，然後再回答他的問題。這個公司其實上市並不久，是00年上市的，2020年，不對，2000年上市的，2000年上市的。那麼一直上市之後，下面一直在這裡做了一個大的這個箱體。或者叫大的中樞，對吧？做了這麼一個這個底子盤的特別的好。那麼起來這波是從7.5開始，這是在2015年起漲的。那麼現在在季度上還是一個123，你發現沒有？它是一個123浪。我們現在測一下這3浪的這個力度有沒有出現背馳？哎，剛好到了一個等比例120。也就是第3浪的120，剛好跟前面這個1浪的空間是一致的。你看前面這裡也是多次觸及120，看到沒有？多次觸及120。如果說這個120這個位置確實是壓力比較大的，又是一個整數位。那麼現在的價格是在120之上，就看這個3能不能夠再繼續往上走。現在這個信號或者說這個 MACD 也表達是比較強的。MACD 的快慢線。但就是這個柱子的這個面積沒有前面大，但是呢，它可能還沒走完。這就是我們從大週期看，現在有沒有什麼背馳了？是不是這個等比例什麼的？我們看一下小週期，一點點利用區間套降低週期。那麼這個是它的這個季度的次級別月線。那麼在月線上看它的結構，起漲點在這裡33.75進入段，然後開在那裡震，然後做了一個月線中樞，然後開始往上走，對吧？你會發現這個票的結構就特別喜歡這樣套用，它喜歡利用這個我們纏論分析的話，就是叫結構同構了，或者叫複製性，它就是複製了這種大結構。哎，先做一個底座，然後開始起，你發現那個月線上也是這樣，哎，起來了，做了一個底座，然後開始往上走，對吧？都是這種結構。然後呢，它也是這個進入段，然後這個中樞震盪，然後離開，現在還出現了歷史高點129.84，突破了前面這個127，所以現在是走離開。那麼你要分析它這裡是不是要逆轉，那就看它是不是要延續啊。現在這個你還沒有辦法說它結束，它一直延續的話，可以一直往上走，走小 B 段，就是下面是大 A， 走這個小 B 離開。現在週期還是月線呢，級別特別大，所以說我們關注的重點就是這個離開段。看它的內部結構，週線，哎，到了週線，你發現又是這麼個結構，進入段做了一個中樞，然後又離開，全是一樣的結構。
不論是在季度上、在月线上、在周線上，全是这樣的结構。一个进入段做了一个中枢，然後繼續往上走，對吧？然後現在又是，季度上，我們現在目測的話，離開段的力度是強的。我們用工具測一下有沒有背馳。哎，你會發現早就突破等比例了，對吧？108.87，尤其是本周是一個大漲，本周漲了19.96%。是已經突破了108這個位置了，當時108是等比例，現在是不背馳了，這段不背馳，那麼不背馳它就可以繼續漲，那繼續到多少我們不知道，沒有我也不能預測到它多少，你只能說它特別強。看這裡 ，MACD 零軸起來的張口張得特別大，說明這段動能特別強。所以說，不要輕易賣。首先，大週期上特別走得特別好，不要輕易賣。那麼要看它這段的內部，看一下週線上這個離開段的內部。現在走的特別強，跟這個進入段比較是不背馳的，但是它的內部如果說飽滿的話，它也可以出現這個回檔。在日線上，我們看它是一個123，嚴格定義的話是一個123比123段，對吧？但是你如果說把前面這裡也算成一筆的話，那就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。但是呢，這個3的話它是不夠一筆的，它是只有4根 K 線，這裡只有4根 K 線，對吧？所以就看你是要把它畫成一個1、2、3、4、5，還是要畫成一個1、2、3，其實差別並不大。不論怎樣，它這段都不背馳，不論它是3還是5，它都不背馳，對吧？因為它強啊。所以說我們關注重點就是這個85.13之後的這個結構，而且你看它那個張口，從這個位置起來之後，從這個 MACD 的這個位置起來之後，一直在0軸以上，然後張口張得越來越大。說明動能越來越強，對吧？這種就是你要嚴重關注的，然後一旦發現之後是一定不能夠這個賣飛了，對吧？應該滿倉就抓得住這種，這是最強勢的這種走勢。那麼這當然是一個馬後炮也好，或者叫復盤分析，但是在當下你想拿住的話並不容易，因為它畢竟每天漲幅都很大。自從這是在3月31號漲了12%。然後這是之後，哎，7%，然後這是多少？4點多，4點多，7點多，對吧？每天都4、5個點的漲幅，你想拿得住，如果說倉位大的話是比較難的。所以就是說，成本，如果說你的成本很低的話，你是不怕它震的。像那個 Derek 他這個成本就是在75附近買的，對吧？那你這可以，我說我給我個10%的回檔，我也能拿得住啊，我不怕它跌的。你只有這樣的話，才能夠吃得到這種大的漲幅。那麼現在他說，小時級別應該走最強的3，我們看一下這段的1小時。那麼我畫了一下的話，在我這個畫的裡面，就高量的這段，它是一個2個中樞，小時上有2個中樞，然後呢，高低點是沒接觸的。第2個中樞的最低點在101.13，前面這個在100.63，所以它沒接觸，是一個趨勢上。所以在我這裡，它的話是一個趨勢上的走 C 段，現在在走小 C 段。那麼這個小 C 段的話也是沒有背馳，我們可以測一下進入和離開，進入段跟離開段的一個比較，對吧？也是不背馳，也是突破了等比例，但是離等比例比較近。所以說下周的話，但是呢，它現在在1小時上的這個 C 段，現在是看上去是內部的話有幾個小中樞了，5分鐘上已經有3個小中樞了。那麼這裡的話，其實是如果說你有1小時級別的這個倉位的話，可以減一點。這樣的話，等待它這裡是不是要給一個3買？針對它的話還沒出3買呢，給一個3買的話可以再出高點，或者說是給一次回落，然後在這裡不出高點，然後在這裡做 C 中樞，大 C 中樞也可以，相當於做3個中樞，然後再打一個高點結束。也可以的，對吧？這樣的話，這個才可能結束。所以說，現在只有稍微小一點週期的這個震盪。如果說你的操作的級別比較大，是日線以上的，你都可以不管的，對吧？因為你的定好操作級別之後，你的操作級別以下的這個震盪是你的承受範圍之內的，在你承受範圍之內的震盪你是不管的。你說你承受不了這個5%或10%的回檔，那你就去做小週期的。1小時或1小時以下的，那這樣的話你才可以避開一些小週期的回檔，對吧？你看它前面這裡這個中樞4點多，
這个就更小了，1%多，对吧？这種回檔你吃不到的話，或者說你不願意做它，那你就要忍受這種回檔。好的，針對這個叫美光吧，美滿電子，我們就分析這麼多，然後再看他問的另外一個，這是 INTU 這個 Intuit。那麼這個 Intuit 的話，它是什麼公司呢？就是它是一個全球財務管理與合規軟件的巨頭，是這麼個軟件公司，主要提供這個稅務軟件。TurboTax， 像大家在美國要報稅的話，可能會用到這個 TurboTax， 還有一些會計平台 QuickBooks， 還有一些個人理財的那些玩意兒，什麼 Mint 啦、Credit Karma， 還有一些營銷工具，對吧？它主要是個軟件公司提供軟件的，它的這個品牌的信任度比較高，所以說你一旦用了他們家的這個軟件的話，你想換的話，換成其他公司的軟件，這個轉換成本比較高。然後這個粘度比較強，對吧？你一旦買了之後會用很長時間，所以說它的這個壁壘比較高，尤其這個還有一些合規的壁壘，讓這個用戶比較難去切換到其他公司軟件，這是它的一個這個優勢。但是呢，因為這個 AI 現在自動化，對吧？現在全都是跟 AI 相關的，那麼這個美國的這個國稅局呢，也推出了一些免費的直接報稅系統。如果說都能直接報了，大家就不用軟件報稅了，那誰還買他們家軟件呢？對不對？所以說對它這個核心利益是有衝擊的。那麼就看它怎麼來，能夠轉型也好，或者說推出更多的這個性能更高的軟件來支撐它的這個高價位。現在是350，這個還是比較高的，相對於它之前在底部這個區間，這個價格還是相對比較高的，對吧？那麼我看一下它的圖形。那麼圖形上的話，我們只看這個月線的這個最後這一筆就可以了，因為現在就是從最高點813下跌之後回落已經夠一筆了，月線上夠一筆，然後月線的底分型還沒有出現，然後現在是踩到了120月上，已經現在在120月之下，再往下走就要去200月了，200月是在這個240到280之間。這個空間還是比較大的，27%。那麼我們這個 Derek 朋友，他這個是之前在我們看一下他的操作，他是在日線上，他是在之前買的時候成本在380附近，380的話就是在這個附近，對吧？這個底分型時候可能買的，然後漲到470的時候，他賣了一半。做得非常好，這一波做得非常好，然後等到390的時候補回來一些，390的話基本上就在這個位置，可能是這個底分型這裡又補了一些，然後呢，沒想到這可能這個反彈比較弱，就是這個反彈的時候是一個很淺的反彈，我們看這個反彈了6%左右，可能沒有出，然後沒想到一個快速下殺，再次跌破了前面的低點。他說日線上是5了，他可能說的是5浪。那麼日線上5浪的話，可能是這麼數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對吧？那麼這個是不太精細的一個畫法，因為它這個反彈是不夠一筆的，所以說你要畫的話就應該直接一筆下來。前面這裡的話也不夠一筆，這裡也不夠一筆，所以說我的畫的話是一筆到這裡，這裡中間這些都是次級別的一個反彈。然後呢？他還想加倉，問哪裡能夠加倉。其實首先我個人來講，這個票，你看它的大週期，月線上大週期，這個 MACD 已經柱子拉長非常深，而且有要到0軸以下的這個跡象。你看前面這裡的，你可以比較一下，這大週期上這2次回撤。你看第一次回撤，這個回拉0軸，發現沒有？回拉0軸並沒有下去。在0軸這裡企穩之後又上去一波，而且 MACD 的柱子面積是越來越小的，在0軸以下。但是現在就不一樣了，這個現在你看 MACD 的這個快慢線已經伸長，然後已經快到0軸以下了，然後呢柱子的伸長也沒有縮短，說明這個止跌的跡象並沒有出現，對吧？你比較這段和這段，你就能很清楚的發現後面一段力度大，下跌的力度很大。然後這是月線上，我們再看週線上。
那麼周線上就更这個 MACD 看上去就更那什么了，这就是一直在0轴以下，对吧？而且后面这段的面积还变大了，然後這個 MACD 也沒有交叉，也沒有什麼進行這個交叉，只有交叉之後才能夠掉頭往上走，現在還沒有交叉呢，現在還有點又要往下延伸，這都不是好的跡象。這是周線上，好，我們再看日線，日線上這就是我們要重點分析的了 ，MACD 也在0軸以下，也就是說。月線、周線、日線3個週期的 MACD 全都在0軸以下。禪師說過，0軸是多空分水嶺，那麼0軸以下就是空頭主導，說明3個週期，大週期、月線、周線全都在0軸以下，那麼日線也是在0軸以下。你這個全都在0軸以下，你去做多，那就是很難呢。就是相當於每個週期都是空頭主導的話，你去做多就相對想賺錢的話就比較難。所以我的個人建議，先不動，不要加了，先不要加。如果說去割肉的話又比較疼，那就先不要動，等待一個，比如說你看大週期，我給我一個底分型的時候，或者說我等過月線上出現底分型的時候我再動，都來得及。你看前面這裡，月線上出現底分型之後，你再動都來得及。或者說月線上出現明顯的回轉的跡象的時候，你再進，它做了一個箱體之後再上去。就大週期的話，先這麼計劃，也就是說少動。首先這個股票的話，少做多。你也可以用一些對沖的工具，比如說看看能不能夠每次反彈的時候先減一點，然後呢，去做空它，因為它畢竟大週期。雖然說現在是一個日線上，我在我這裡畫的話是兩中樞趨勢下了已經是2個中樞趨勢下，但是並不代表2中樞趨勢下它就要逆轉呢。禪師說的是2中樞大概率要結束了，但是結束之後它可以在這裡繼續橫着呀，不是說2中樞之後它就要微轉，對吧？現在沒有看到任何跡象，所以我個人建議首先不要加了。那麼你如果說不想割肉呀，不想那個這個，因為比較痛嘛，畢竟又在這個位置加了一點，在這個位置減半了一點，對吧？但是現在倉位如果說比較大的話，現在讓你在這裡割肉的話，那誰捨得割呢？對不對？所以首先不要動了。那麼等待，比如說你看你的交易週期是什麼？是日線呢還是周線？等待一個底分型，就是說只要沒有底分型你就不動，只要沒有底分型你就不動。那麼利用它的每次反彈先減一減，比如說給你一個，它有可能給你個3賣，給你一個3賣，哎，這裡是多減一點，然後可能再下一次，然後這個位置再補回來。對吧？你這樣的話，這個利用這種可能成本能夠降一降，然後再看它後期是不是要在這裡繼續回來，然後那個給你個2買上去，可以這樣給你個2買上去，或者說什麼呢？或者說給一個3賣之後，我繼續拉回到這裡來，就這裡出了一個3賣，然後又出現了一個1買，然後又拉回到這個中樞裡來了，相當於這裡其實做了第2個中樞，相當於這裡把這個最後這個中樞變大。出現一個升級的大中樞，那前面全變成金融段了，它還可以繼續跌，對吧？所以不是說2中樞之後就要微轉，沒有這種說法，沒有這種說法，只是說2個中樞結束之後可以給你一筆的反彈，就這個級別，日線上2個中樞結束之後，它可以給你一個3段的一個反彈，這就完事兒了，可以繼續跌的。所以，在大週期沒有出現明顯好轉的話，對他來說，我建議你謹慎操作。做多的話需要謹慎，有反彈先減倉，尤其是出現大的反彈的時候先減一減。你如果是說想跟這個大的反彈，比如說這種3賣的這種反彈，你就利用有底分型了，稍微加一點。但是呢，不要加的這個倉位出現底分型、出現3賣之後一定要出，不要讓你的這個倉位越來越重，這是一定要注意的。因為一旦倉位越來越重，它又不出現給你大的反彈，可以在這下面一直橫着，那你就套得越來越深了，這個很容易割在最低點，所以還是需要注意一下。還有一個 LITE， 那這個的話是之前另外一位朋友在頻道裡面留言問這個，但是我們之前是很少講它，這也是最近漲得非常好的一個票，我們可以簡單看一下它的圖形。那麼這個 LITE 這個 Lumentum Holdings， 我們看一下這個公司是做什麼的。這個公司的話是全球領先的光子學解決方案供應商，主營業務是研發光通信器件，還有這個工業的激光器。2026年這個核心增長點就是這個 AI 的數據中心所需要的
光電路交換機，還有這個共封裝光學技術，就是這個最近這個光通信好像比較火，尤其可能是被谷歌帶起来的，因為现在这个 GPU 是主要是英伟達壟斷，那麼成本比較高，可能出貨量也沒有那麼的大，現在可能不能夠滿足這些大的科技公司的需求吧，所以大家可能在做這個 TPU。那麼 TPU 其實這個博通是老大，博通是老大，但是呢，這個 LITE 的話，它做的這個光電路交換機，我不知道是跟博通有沒有直接的競爭關係，還是說它只是其中的一個零件兒，這個大家可以去自己查一下。那麼這個 LITE 的話，它跟英偉達其實還有其他的雲巨頭也是有深度的這個定制化綁定，所以說它在這個高速激光器與光開關領域，它是領導者，它是龍頭，而且有很多人把它叫為網絡界的英偉達，網絡界的英偉達，這是這個公司的行業地位，所以說它在這個網絡界英偉達，那說明它是龍頭了，對吧？所以它的主要競爭對手也是博通，我剛才說的這個 Broadcom， 還有一些小的一些公司。那我們就不說了。那麼它現在問題就是客戶的集中度比較高，因為一旦大客戶缺失的話，就會對它這個利潤就會造成很大的這個傷害。然後短期的話，極度依賴這些少數頭部的雲廠商。但是還有面臨着硅光子技術成熟後對傳統磷化鈉方案的替代衝擊，對吧？那這個這是它的這個技術壁壘啊。這個如果說一旦其他的技術更成熟的話，那對它的需求量就少了。好的，這是我們簡單分析一下它的這個基本面，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技術面。那麼圖形上現在看的周期是 3M， 對吧？ 3M 也就是季度圖，123，很強的3呢，很強的3。所以這種圖你如果說不能夠在低位發現它的話，你是很難抓得住它的。35漲到了960，這你要不在低位拿的，你根本拿不住它。而且它是在2015年上市的，也是沒上市多長時間。看一下，就是這個123的3。就是季度上的這個3內部結構，因為這個在季度上是不背馳的。看一下月線上，月線上也是一個123，對吧？都是這個123，然後123內部的這個3的內部還是一個123。我們看一下它的次級別，周線上還是一個123。你看它這個強勢股票，這個三浪也好，或第三筆也好，都是主升浪。如果說下跌的話，那就是主跌浪。這個3一定要注意。一旦不背馳的話，就會容易進入主升狀態。這就是周線上也是3，看周線的3在日線，這就看到我們可以交易的，平時可以交易的周期了。下面也是走了一段沒人注意的，在這裡慢慢爬，對吧？這種慢慢爬其實對做空，你如果說去做空的話是最難受的，因為它每天的漲跌幅都很小，你去做空它下不來呀，所以這種對做空它的人是非常難受的。但是最多的人，對做多的人來說是最好的，它慢慢爬、緩慢上升的這種才能夠持久。那麼在日線上的結構 ，A 中樞、B 中樞已經2個中樞了，針對 B 中樞還出了300，然後除了300之後，就是這個 C 段，就是這個 C， 我們說一下這個模型裡面什麼時候是 C 段，什麼時候不是 C 段，這個是模型吧。然後大 A、大 B。然後這是3買，然後這個除了3買的這段叫 C 段，小 C 段。那麼什麼時候不叫小 C 段呢？就是這個沒有出現3買，這是一個 A， 這是一個 B， 然後那這樣，這個又回來了，那這段就不能叫小 C 段了。這個離開你就不能夠說它要小 C， 小 C 段必須含有一個3買才能叫小 C 段，這是一定要注意。所以說沒有出現3買之前，它是可以拉回來的。拉回來的話就是繼續中樞震盪啊，對吧？所以說一定要注意什麼時候是小 C 段，什麼時候不是小 C 段。小 C 段必須包含一個3買。那麼在這裡面它已經有一個3買了，那這個就是小 C 段。那麼小 C 段裡面的這個3段，我們可以比較一下。沒到等比例在1014，
它是突破了这個0.018，但是沒到等比例。但是這個3呢，走的現在是比較糾結，沒有前面這個1走的這麼流暢，但是呢，也沒有這個明顯的減弱，尤其是 MACD 的這個快慢線，柱子是比前面的這個低，你要跟前面這段比的話是小，但是呢，MACD 並沒有明顯的這個弱，雖然說也是沒有前面的高吧，但是並沒有明顯的弱，說明它這段也是這個慢慢的磨，慢慢的往上磨。它這段小周期肯定是有中枢了，那麼兩次回落有中枢，然後，但是因為這段一直是處於背馳段，現在因為跟1比較，3一直是處於背馳段，它可以慢慢爬到這個1014也可以的。它馬上也要出財報了，5月5號盤後出財報，那就不知道財報之前能不能再往上爬一爬，爬到1014，然後給你回落，是一個1、2、3、4、5呢，還是說1、2、3、4碰前面這個再做 C 中樞，就大 C 中樞也可以的，對吧？所以說，但是整體來講，它因为現在處於這個背馳段裡面，就不要追它。首先不要追，那麼你想進的話，就去小周期上看看有沒有這個結構給你買回落，對吧？但是因為現在也是處於一個相對的一個高位，就在尤其是日線是處於一個相對高位，你現在一追的話，很容易套在裡面。但是呢，它的大周期反而是處於一個3，不論是季度、月線、周線，全是處於一個3，所以有回落一定要買，要敢買，要敢於買這個4浪回撤，它肯定是給你個5的，不給你再打高點，也可以在這裡做中樞嘛，對吧？有大的回檔，反而要敢於買，小的回檔的話，那就把倉位降一降就好了。但是這個基本面也沒有出現明顯的衰竭，也沒有明顯變壞，圖形要是這麼強，一定要敢於買回檔。好的，這是針對這個 LITE， 然後我們來看下周要出財報這些。首先，這個 Netflix 是在4月16號周四盤後，那麼也是我們之前也有朋友在做這個，但是現在它是這波大漲已經過去了，就是從底部這個漲了30%多。那麼現在看它的周期，周線上已經這個出現了ABC 了。我們把這個圖形上的價格給它更新一下。周線上已經出現了一筆上漲，那就看這筆上漲，我們之前測過黃金分割，現在已經到了0.5了，看它是不是要往上延續，因為財報的原因，是不是要在0.018，是不是直接微轉也可以。這個 Netflix 之前是出過多次微轉的，尤其是你看前面這一大波的下漲，現在這個下跌也非常深，然後也是慢慢爬上去了，對吧？甚至又打高點，所以說這個不要低估這個 Netflix 的後勁兒，就看它是不是要有力的突破0.018，有力的突破0.018，再次微轉也沒有問題。這是它在圖形上。那麼在日線上，因為它在日線上其實是一個1、2、3段的，現在你也可以比較一下，這是我們已經測過的，等比例在115，也就是這個漲到115跟前面這一段的這個比例是相同的。然後現在也是非常健康，走得非常健康。還有說這個200天，我們看一下到200天的空間3點多。到等比例是在12%，對吧？基本上 Netflix 盤後財報力度比較大的時候是20%左右的空間的，12%對他來說就是小 case 了。所以說這就是它在往上走的話，你要注意是不是要到115這個位置。那麼往下來的話，其實就在這裡做中樞，做中樞回來之後可以繼續往上走的。你只要不殺的它特別快，直接殺破這個90.69。那就可能再去跌破這個前面這個低點了，說明就是一個大周期的一筆下一筆上，然後走這個離開，向下走離開，對吧？這就是周線上是一個要走一個1、2、3，那就是可能去200周這裡了，這就是往下走。那麼往下走的話，如果說我們可以測一下到這個前面這個低點90.69，12%，上下12%，上下12%的一個空間，往下來先買，只要不是那種殺的特別快那種下跌，你要等一等。但是如果說沒有力度的回檔的話，要買回來。這樣的話，就是做完中樞之後可以繼續往上走，甚至做2個中樞，對吧？這就是這個 Netflix。我們再看這個 ASML， 這是這個在美國上市的這個光刻機，對吧 ？ASML 這是在荷蘭上市的。那麼這個公司的話，不知道大家對它要了解多少，因為這個艾斯摩爾吧，這個是在荷蘭，就是它是全球半導體制造的核心支柱，
因为他們家的這個光刻機系統啊是霸主，絕對的霸主，就是這個行業裡面沒有跟他能抗衡的。你要買光刻機，他們家就是最好的，可能也沒有，我也沒有注意到有沒有競爭對手，有可能一些日本的公司，比如說尼康了、佳能，可能有一些也在做光刻機，但是肯定是沒有他們家好。所以說在光刻機領域的話，這個艾斯摩爾肯定是最好的。然後呢，但是問題是就是，因為它這個是這個主市場上市是在荷蘭阿姆斯特丹。然後呢，也受到這個地緣政治博弈的這個影響，有一些出口的一些限制。受這個影響的話，它有像其中就是不能夠向全球來那個出貨，可能某一些市場是出口是受限制的，對吧？然後也面臨現在下游的芯片廠商建廠放緩，導致這個訂單波動。因為下游如果說不購買它的產品，那麼它的利潤也會受到影響的，這就是它現在面臨的一些困境。我們來看一下圖形。那麼現在這個是月線上，就是月線上這一筆上漲，這一筆上漲。我們看一下它是什麼時候出財報呢？是在4月15號，那麼就是下周三盤前，因為它的主市場在荷蘭，所以說是在周三盤前出財報。我們看一下月線上現在是。月線上是一筆，對吧？而且是漲的這個 MACD， 你看張口張的特別大，就是做了一個中樞之後一個離開段，而且是從零軸起來的，看MACD 零軸起來的。那麼這個離開，看一下次級別周線上，它在周線這裡是出現過2次回檔，但是呢都不夠一筆。前面這裡你如果說非要當成一筆也沒有問題，就是一個1、2、3，然後4。現在是在走，期望再走5。如果說嚴格定義的話，就是一筆就上到這裡來了。那這裡看它是不是要出一個1、2、3，就是能否再次突破這個1547這個最高點。然後再看一下日線。那麼在日線上，它這裡其實有一個，最後這裡是有一個中樞的，我們把這個中樞給它畫一下。這裡也是有一個中樞。對，那麼剛好也是到了中樞上沿，這裡是出現了一個停頓。那麼就看下周，如果說再次突破前期高點4點多，那麼如果說回來的話，可能給一個2買，給一個2買之後再上到中軌5%。那如果說比較差到下面的話15%，那就空間比較大了。所以整體來講，如果說結合它周線的這個結構，因為也是出現了一個1、2、3、4、5的5浪的一個結構，所以說大概率吧能夠再次突破這個最高點。但是呢，因為它前面這個3走的太強了，如果說你不把這個3當成1的話，也是太強了。就這個3這樣的話，1、2、3這個3就很容易被吃。如果說你把它當成一個1、2、3、4、5的話，也是這個3走的太強了，這個5的話就很容易被吃。對吧？所以說，只要它再次突破前面的歷史最高點，你就要注意，是不是要開始出現大的回檔了，還是說要在這裡這個再震一震，震出9浪來的話，然後再往上走也可以。所以針對這個艾斯摩爾的話，就是再出高點就要注意，可能會出現大的回檔，在沒有出現那之前，可以買回落。然後我們最後再分析一下這個 JP Morgan。那麼 JPM 的話，我們看一下它的結構，因為這個現在看的周期是季度上，季度這裡有一個大中樞，然後它也是一個1、2、3，這個其實我們之前分析過一次，我們現在比較一下這1、2、3，它是不背馳的，已經突破了259，現在快到1.618了，你看這個3內部結構，就是說它季度上不背馳，但是內部如果飽滿的話，它也是可以下來的。那麼這個是在次級別的一個周期，我們把它切過去。所以我們現在關注重點就是這個101.28右側的月線上還是一筆，這裡是出現過回檔，但是都不夠啊，不夠回落，跟那個指數標普差不多。看一下周線結構，你一看就差不多嘛。A 中樞、B 中樞高低點沒解除，趨勢上，對吧？那麼它的話，現在是開始走 B 中樞的潛在的離開段，
這裡如果說能夠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的话，就是走离開了。那麼空間8%多，8.88%、8.81%，这个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，因为这個反彈也夠一筆了，這也是有一個包含關係。下面，但是呢，首先我先說一下什麼時候你可以畫成一筆，什麼時候不能畫成一筆。就是首先要滿足時間，滿足這個週期，要滿足5根，要滿足5根 K 線，對吧？滿足5根 K 線的話，然後再看你是不是從高低點來畫的。說滿足之後，尤其週期是比較大的，你可以先當一筆用，這是沒有問題的。這就是在那個你在實際操作中，是不是要嚴格的按照纏論定義？如果說不是按照嚴格定義的話，如果說嚴格定義的話，這裡是不夠一筆的，因為你個包含關係處理之後只有4根 K 線，對吧？所以這就是你在操作中需要去一個是用來畫圖形呢，還是用來交易的，這是有區別的。那麼現在這裡是有希望走離開了，那就需要看一下它的小週期了。但是小週期這裡下面這裡是走的比較糾結，也是因為這個地緣政治的原因。然後現在這個日線上已經站到了，我們看一下裸 K， 現在是在120和200天之上，對吧？然後這裡是小週期的話，這裡是做了一個中樞之後，這裡有中樞，然後走離開，就看它下週是不是有力度再往上衝一衝。那麼再次衝到這個3227，還是說這裡是可以做一個反向中樞，然後再下來，這樣上也可以給你個2買。下來的話，只要這個 MACD 並明顯掉頭往下的話，你就買回來，2買回來可以再上的，它可以先停頓一下，然後再上也可以。那麼如果說往下來到這個箱體這裡面的話，就這個前面這個震盪區間的話，8%左右。如果說往上走，也是上下8%，上下8%左右的一個空間，針對這個。好的，那麼的話，我們的分析就到這裡了，再見。